大家好，我是4213。本期咱们来开《魔兽世界编年史》第3卷的坑。编年史有很久没有更新了，容我在最开始前先唠叨几句，算是对整个第3卷节目的概述吧。编年史第3卷主要讲述了从魔兽争霸3的第3次大战到魔兽争霸 4.0 大地的裂变版本的剧情，其中有很多大家很期待、很熟悉、很经典的剧情，众多英雄角色也将轮番登场。不过，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暗影国度版本中的游戏剧情以及新的设定集，相较于编年史中的记载有了不小的改动，比如说双之哀伤和统御之盔的由来，又比如说典狱长、瓦格里、纳斯雷兹姆以及暗影界对宇宙6大原理的影响等等等等。以上这些新设定我都不会在第3卷中讲述，一方面是因为第3卷本身就对旧史有一定程度的吃出，如果这时候我再加入新设定的话，大概率只会让你们越听越乱。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出的暗影国度设定集不同于编年史上帝视角的陈述方式，设定集作者是以乾灵的视角讲述了一些新的设定，这其中有很多乾灵自己的理解。这样的写作方式固然很有趣，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是暴雪为了方便以后进一步吃书而想出来的点子，所以后续暴雪很可能还会不断抛出一些新的设定。因此我认为在编年史第4卷还未正式出版前，暂时不要将这些尚未发育完全的设定加入到编年史中比较好。综上所述，第3卷的视频主要还是以编年史内容为主，各种小说和资料为辅，再补充一些编年史中没有提到的有趣内容。对了，还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在第3卷中我会缩短视频的时长，尽可能做到每一期都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主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缩短更新间隔周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好了，前面的话就先说到这里，下面正式开启《魔兽世界编年史》第3卷。故事要接着从第2卷的结尾德拉诺星球被毁灭能量撕碎时说起。在那场大爆炸过后，艾泽拉斯星球上的人类与兽人都认为自己的亲友遭遇了不测，但事实上黑暗之门另一边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好上不少。我们先来说说洛萨之子这边的情况。在德拉诺即将毁灭时，洛萨之子成员逃进了一道不稳定的裂隙中，从而避开了星球毁灭时的能量冲击。这里稍微插一句，我看到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为什么洛萨之子不先回到艾泽拉斯再封闭黑暗之门？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他们必须争分夺秒穿过黑暗之门回到艾泽拉斯的过程，并不像游戏中读个图就完事了，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他们又需要与时间赛跑，在抵御兽人进攻的同时，还得赶在毁灭能量渗透进艾泽拉斯之前毁掉黑暗之门，所以他们无法先回到艾泽拉斯再封闭黑暗之门。说回编年史中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星球终于恢复了平静。这时候卡德加、库德兰曼垂、达纳斯托尔贝恩以及部分将士又被利希送回到这片残存的土地上。当前他们看到了一个破碎的世界，从前的天空、海洋不复存在，大地也变得支离破碎。由于星球与扭曲虚空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是屏障崩塌，现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向宇宙里的各个角落敞开了通道，变成了谁都能去的区域，而这也正是这片扭曲的空间被称之为外域的原因。接下来卡德加等人回到了之前临时建立的基地荣耀堡，由于无法回到艾泽拉斯，于是他们将临时基地强化升级为了永久基地。他们以此地为中心，向周边区域发起了搜救行动，寻找那些失踪的盟友。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搜索寻找，始终都找不到图拉扬和奥雷利亚的行踪，因此很多人都担心他俩已经牺牲了。事实上他们当时是被不稳定的裂隙送到了距离外域不太远的扭曲虚空中，那里的环境与地狱火半岛颇为相似。之后他们还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隐形的刺客，以及一位来自圣光军团的纳斯雷斯姆洛萨克森。洛萨克森告诉二人，他们之前遇到的是军团派来的刺客，而二人的命运注定要与燃烧军团作战。在他们合力干掉了来袭的刺客后，圣光军团的领导者纳鲁泽拉出现了。圣光军团是一支致力于击退燃烧军团的神圣军队，组织中大部分成员来自于被军团视为宿敌的德兰尼人。在很久之前，萨格拉斯将阿古斯星球3巨头中的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扭曲成了恶魔生物，而先知维伦则带着一部分人逃离了阿古斯，
从那时起，萨格拉斯便把阿古斯星球改造成了军团的大本营。由于星球上还有一些不愿服从军团意志的德莱尼，于是泽拉便救出了这些德莱尼，并组建了圣光军团。然而，圣光军团在人数和军备上均处于劣势，所以他们一直无法直面燃烧军团，只能在一些侧面战场与军团交手。尽管如此，他们也一直从未放弃希望，因为泽拉早已预见到军团的远征总有一天会被艾泽拉斯的居民终结。泽拉知道图莱昂和奥雷利亚正是来自于艾泽拉斯，他们将成为揭示军团弱点的关键人物，所以泽拉将军团对艾泽拉斯的威胁以及兽人其实是受燃烧军团操控的事实都告诉了图拉扬和奥雷利亚。他请求二人能够加入圣光军团。泽拉的这番请求令奥雷利亚和图拉扬陷入了艰难的抉择，因为他们的儿子阿拉托尔还留在艾泽拉斯。如果加入圣光军团，将意味着要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见到他们朝思暮想的孩子。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们忍痛做出了决定，愿意为了艾泽拉斯和孩子的未来加入圣光军团，与燃烧军团抗争到底。以上的这段剧情在官方有声小说《千年之战》中有收录。那么有的观众就很好奇，这段剧情跟标题千年之战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千年涉及到了后来一个新加的设定，那就是扭曲虚空中的时间流逝与现实世界的时间流逝不同。在艾泽拉斯的居民看来只是过去了20多年，但是在扭曲虚空中却已度过了1000年时光。这也就是后来大家再次见到图拉扬时，他的外貌显得很苍老的原因。话说回来，自从图拉扬同意加入圣光军团的那一刻起，泽拉并将圣光之力灌输到这名圣骑士体内，使他的寿命延长到了近乎永生的程度。而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圣光军团一直在与燃烧军团作战，并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前往艾泽拉斯。不过那也是发生在军团再临版本中的剧情了，是很后面的故事了。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外域上来。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仍有许多耐奥组仪式时产生的传送门，再加上现在的外域等同于是宇宙中一片开放性区域了，所以这里可以说是变成了宇宙中的交通枢纽。因此有很多势力都注意到了外域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第一个实际采取行动并企图霸占这片区域的势力，当然还是我们的老熟人燃烧军团。燃烧军团认为外域是他们向其他世界发动攻击最为完美的集结地，于是军团派出了一位名叫马瑟里顿的深渊领主前往外域。他的任务是负责控制本地生物，然后占据外域。在他抵达外域后，他第一个想到可以控制的本地生物就是兽人。在之前德拉诺毁灭时，由于双火岭和戈尔隆德被能量挤压成了刀锋山，所以还留在那片区域的兽人仅存活了一小部分。同样，半食人魔半兽人种族莫克纳萨也只存活了部分，而更多的兽人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狱火堡垒中。另外，在纳格兰的隔离聚落加拉达尔中，还有一些未被邪能腐化的马格汉兽人。在经过简单调查后，马瑟里顿决定控制居住在地狱火堡垒的兽人，因为这些兽人是喝过一次恶魔之血的，控制起来会更加容易。于是他前往了地狱火堡垒，干掉了所有胆敢反抗他的人，而剩余的那些人则被迫归降，成为了他的奴隶。马瑟里顿强迫奴隶第二次饮下恶魔之血，变成了红色皮肤的邪兽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大多数兽人在10多年前已经喝过一次恶魔之血了，那次兽人喝下的是马洛诺斯之血，而这次喝的是马瑟里顿的血。不管是马洛诺斯还是马瑟里顿，他们都属于安尼赫兰，俗称深渊领主的这个种族。这个种族的血液具有极强的邪能以及腐蚀性，比如在后来阿狗纳死后的血液腐蚀了大地，布鲁塔卢斯死后的血液腐化了兰农马蒂狗萨。因此在兽人第一次喝血后，其原有的肤色变成了绿色，而第二次喝血时则从绿色皮肤变成了猩红色，同时身上还长出了一些角质，外形更加接近恶魔生物了。这第二次喝血后的兽人再无半点属于自己的意志，彻底成为了军团的仆从。马瑟里顿将这些红皮肤的兽人称之为邪能部落，他们以地狱火堡垒为据点，四面出兵，占据了外域的不少要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黑暗神殿。黑暗神殿曾是德莱尼的圣地卡拉波神殿，后来部落控制了这片区域，变成了如今的黑暗神殿。不久前，奈奥祖又在黑暗神殿中发动了传送的仪式，而马瑟里顿之所以看中了这里，一是因为这里是魔法能量交汇点，二是因为此地易守难攻，极具战略价值。不过，这位深渊领主的意图却瞒不过其他人的眼睛。当洛萨之子发现了恶魔的意图后，便集结起了所有可以参与战斗的士兵来阻止恶魔的入侵。
卡德加、库德兰和达纳斯知道，以现有的兵力绝对无法战胜军团，但至少他们可以拖慢军团侵略的步伐。所以，每当邪兽人的部队孤军前往外域深处时，联盟的士兵就会从侧翼发动袭击。不得不说，他们的袭击确实让军团占领外域的速度大大放缓。两股势力的冲突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之久。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在外域上的德兰尼近况如何。德兰尼在星球毁灭时，领袖维伦带领族人躲了起来，不过他们却并不能给联盟提供太多的帮助，因为军团的到来对德兰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先知维伦知道军团领导人之一的基尔加丹对自己和德兰尼人满怀恨意，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根除德兰尼人，所以维伦不得不率领族人躲藏在外域的各个小型定居点中。另外，在第2卷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在兽人进攻德兰尼的沙塔斯城时，曾用了一种混合血能瘟疫，这种瘟疫导致了部分德兰尼人的畸变，使他们变成了破碎者和失落者。这些破碎者的身体变得畸形，再也无法感应到圣光。由于其他德兰尼害怕自身也受到瘟疫的影响，于是便将破碎者赶出了居住地。无奈之下，破碎者只好生活在远离德兰尼人的地方。慢慢的，他们之间结成了多个小部族。这些部族在绝望之中渐渐变得暴力起来，各部族间也时常会发生野蛮的冲突。在这些部族中，有一支名为灰蛇的部族，其部族领袖是大家颇为熟悉的阿卡玛。作为破碎者的阿卡玛，虽然失去了召唤圣光的能力，但他心中还藏有一丝希望。他希望与其他破碎者终有一天能恢复往日的荣光，但是在那天来临之前，带领族人生存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在外域上，最后一支值得注意的势力是赛泰克的亚人。之前的节目中，我曾经介绍过，高阶亚人的种族和文明因为兽人的魔血狂怒而毁于一旦。后来，在德拉诺崩坏城外域时，阿兰卡风林被彻底炸毁，这导致信奉努克玛的亚人完全灭亡，而现有仅存的亚人势力被称为赛泰克亚人。他们生活在泰罗卡森林周边亚人城市斯克提斯，以及曾经德兰尼人宏伟庄严的陵墓城市奥金顿中。以上所介绍的这些势力，他们互相之间的争斗还会持续多年之久，但他们之间的战争被封闭在破碎黑暗之门的另一侧。艾泽拉斯的居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他们很快就要面对属于自己的麻烦了，因为一个强大的敌人巫妖王正在北蒂诺森德悄悄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关于巫妖王的诞生，我在卷3第0期，也就是基尔加丹的用人之道那期节目中已经说过了。如果观众朋友们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翻翻看那期视频。下期编年史我将着重介绍初代巫妖王奈奥祖是如何在北蒂诺森德发展自己的势力的。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还是那句熟悉的话，如果本期视频能够让你对魔兽世界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记得关注、转发，一键3连，因为这对这个系列真的非常重要。谢谢大家，我是42有13，我们下期再见。